顾总，到家了。司机的声音从前面传来。顾北辰睁开眼睛，揉了揉太阳穴，10几个小时的飞机坐得他浑身酸痛，但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温以宁，他心里竟然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，是愧疚还是烦躁。他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女人，林珊珊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，脸上满是初为人母的温柔。他抬起头，冲他甜甜一笑：北辰，终于到你家了，我好紧张啊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顾北辰淡淡地说，推开车门，他站在别墅门口，抬头看着这栋住了3年的房子，3层欧式别墅，门口种着温以宁最喜欢的白玫瑰，只是现在这个季节，花开的有些蔫了。林珊珊抱着孩子跟在他身后，小声嘀咕着：这房子真大啊，比我想的还要大。顾北辰没理他，直接推门进去，玄关处静悄悄的。他皱了皱眉，这个点温以宁应该在家的，他出国前特意跟他说过的。今天回来，以宁，他喊了一声，没人应。他换鞋走进客厅，沙发上空无一人，茶几上摆着一个喝了一半的水杯，水早就凉透了。林珊珊跟在他身后，四处打量着客厅的装潢，眼睛里闪着羡慕的光。北辰，这客厅也太漂亮了吧，这个水晶灯是定制的吧，还有这个沙发是意大利进口的吧。顾北辰还是没理他，继续往里走。太太呢？没有人回答。他走向楼梯口，正要上楼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顾先生，您回来了。顾北辰转过身，是家里的保姆张姨。张姨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还拿着抹布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，不是惊喜，而是惊讶，甚至带着一丝慌乱。太太呢？顾北辰又问了一遍。张姨愣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：太太，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顾北辰皱起眉头，什么叫不知道？你不是在家照顾他的吗？张姨低下头，不敢看他。顾先生，太太他已经3个月没回来了。什么？顾北辰愣住了。3个月？他出国整整3个月，温以宁3个月没回家。那儿子呢？乐乐呢？他问，声音不自觉提高了。张姨抬起头，眼眶有些红。小少爷跟太太一起走的。顾先生，3个月前您刚走，太太就带着小少爷离开了。他跟我说，他要回娘家住几天，我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可是他说着说着，声音哽咽起来。可是他一直没回来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他的手机关机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只能每天来打扫卫生，等着您回来。顾北辰站在原地，整个人像是被人打了一拳。3个月前他刚走，温以宁就带着孩子离开了。他去了哪里？为什么要走？北辰，林珊珊抱着孩子走过来，脸上带着担忧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老婆呢？她是不是生气了？要不你打电话问问。顾北辰这才回过神来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出温以宁的号码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挂断，再拨，还是关机。他换了乐乐的电话手表号码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的手微微颤抖起来。张姨，太太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？张姨想了想，摇摇头，没说什么，就说回娘家。那天早上我买菜回来，就看到他带着小少爷出门，拖着个大行李箱。我问他去哪，他就说回娘家住几天。我还问他要不要我帮忙，他说不用。顾北辰眯起眼睛，那天早上具体是哪天？就是您走的那天啊。张姨说，您上午10点的飞机，太太9点就带着小少爷走了。9点，他10点的飞机。温以宁是故意的，他掐着他离开的时间，带着孩子走了。他娘家？顾北辰皱眉，他娘家在哪？问出这句话，他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温以宁的娘家在哪。结婚3年，温以宁从来没提过他的父母，他只记得他说过他是孤儿，在福利院长大的。当初他娶她也是因为他无依无靠，好拿捏。可现在想想，他真的是孤儿吗？北辰，
你别着急。林珊珊走过来，一只手抱着孩子，另一只手轻轻挽住他的胳膊。也许他只是带着孩子出去玩了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你先坐下来休息休息，坐了这么久的飞机，累了吧？顾北辰甩开他的手，大步往楼上走。他推开卧室的门，房间里整整齐齐，床单铺得平整，衣柜关得好好的。他拉开衣柜，温以宁的衣服还在，至少看起来还在。他又拉开抽屉，他的首饰盒也在，里面还放着几件他平时戴的首饰。顾北辰松了口气，衣服在，首饰在，他应该只是出去散散心吧。他转身下楼，正要跟张姨说什么，余光突然瞥到玄关处的鞋柜，鞋柜最下面一层放着温以宁平时最喜欢穿的那双小白鞋，那双鞋不见了。他走过去，蹲下来仔细看，不止小白鞋，他常穿的那几双运动鞋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排高跟鞋整整齐齐摆在那里。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，他重新上楼，这次走进了乐乐的儿童房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他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乐乐的房间里空了，床上的被子没了，床头柜上的绘本没了，窗台上那排乐高玩具也没了，衣柜的门开着，里面空空荡荡，一件衣服都没剩下。顾北辰站在原地，只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直冲头顶。他不是傻子，温以宁不是出去散心，他是带着孩子彻底走了。顾先生，张姨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上来，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说，其实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顾北辰转过身。张姨犹豫了一下，小声说，太太走的那天让我转交一封信给您，她说等您回来就把信交给您，可是您这3个月一直没回来，我就把信收起来了。信呢？在我房间里。张姨转身下楼，过了一会儿，拿着一封牛皮纸信封上来，递给顾北辰。顾北辰接过信，信封上写着3个字，顾北辰收，是温以宁的字迹。他撕开信封，抽出里面的信纸，信很简短，只有几行字，顾北辰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带着乐乐离开了，你不用找我，你也找不到我。3年了，我以为你会爱上我，可是你告诉我，什么叫爱？爱就是在老婆怀孕的时候出轨别的女人，爱就是小三怀孕了，你兴高采烈地陪她去国外待产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，你陪她走过了3个月，我用了这3个月想明白了，顾北辰，我不欠你的，乐乐也不欠你的。离婚协议书在床头柜抽屉里，我已经签好字了，从此以后我们母子俩跟你再无关系。温以宁。顾北辰的手微微颤抖，床头柜，他转身冲进主卧，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一份离婚协议书静静躺在里面。他翻开最后一页，温以宁3个字已经签好了，字迹工整，甚至带着几分用力过猛的痕迹。他盯着那3个字看了很久，突然把协议书摔在桌上，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给我查温以宁的行踪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挂了电话，他一拳砸在墙上。林珊珊抱着孩子站在门口，一脸无辜地看着他。北辰，你老婆怎么这样啊？你不过是出国陪我待产，她至于带着孩子跑吗？再说了，我生的也是你的孩子啊，她怎么这么小心眼？闭嘴！顾北辰猛地转头，眼神凌厉得像刀子。林珊珊被吓得后退一步，怀里的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他慌忙哄着孩子，嘴里小声嘟囔：“凶什么凶嘛，又不是我让他跑的。”顾北辰没理他，大步走出卧室，下楼，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张姨站在一旁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顾北辰突然停下脚步，问张姨：“他这3个月有没有打过电话回来？有没有跟你联系过？”张姨摇摇头：“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我给他打过好多电话，都是关机。我还去派出所报过警，可是警察说成年人失踪要满48小时才能立案。后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顾北辰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
3个月，温以宁带着孩子消失了整整3个月，而他这3个月里正在大洋彼岸陪着另一个女人，等着他生下他的孩子。他想起临走那天早上，温以宁站在楼梯口看着他，他穿着那件他买给他的白色睡裙，头发披散着，脸色有些苍白。他问他：“你真的要去吗？”他说：“珊珊那边没人照顾。”他又问：“那我呢？我一个人在家，你不担心吗？”他当时怎么回答的？他好像说：“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家里有保姆，有司机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缺钱了跟我要。”他没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说：“好，那你路上小心。”他当时觉得他懂事，还冲他笑了笑，说：“等我回来给你带礼物。”现在想来，那个笑容大概是这3年里他对他最后的温柔，而那个眼神，那个他当时没看懂的眼神，现在想想分明是绝望。“顾先生。”张姨小心翼翼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“您吃饭了吗？要不要我给您做点？”顾北辰摆摆手，在沙发上坐下来。他想起第一次见到温以宁的时候，3年前他在一家餐厅和朋友吃饭，他是服务员，他不小心把汤洒在他身上，吓得脸都白了，一个劲儿道歉。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不但没生气，还跟他要了电话。后来他才知道他是孤儿，在福利院长大，一个人在城市里打拼，租着1个月800块的隔断间。他娶了她，所有人都说他疯了，顾氏集团的总裁娶一个端盘子的服务员。可他不后悔，至少那时候他不后悔。温以宁温柔懂事，不争不抢。他在外面应酬到多晚回来，他都等着他。他从来不问他和谁在一起，从来不翻他手机，从来不跟他要任何东西。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，直到林珊珊出现。林珊珊是他公司的员工，年轻、漂亮、主动。有一次公司聚餐，他喝多了，他送她回家。然后后来林珊珊说她怀孕了，他让林珊珊打掉，她不肯，哭着说爱她，说不要名分，只想把孩子生下来。温以宁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说：“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”他当时甚至有些失望，他怎么不闹，怎么不哭，怎么不跟他吵？如果他闹一闹，他也许就不会陪林珊珊去国外待产了。可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在他要走的那天早上，站在楼梯口，用那种眼神看着他。顾北辰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。他站起身，大步走向门口。“顾先生，您去哪？”张姨追出来问。“去找他。”林珊珊抱着孩子追到门口。“北辰，天都黑了，你去哪找啊？明天再说不行吗？孩子还饿着呢，你不管我们了吗？”顾北辰头也不回。他拉开车门，发动引擎，黑色的宾利冲进夜色里。他不知道温以宁去了哪里，但他必须找到他，他必须亲口问问他：“你就这么走了，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吗？”第2章，监控里的真相。顾北辰开着车在街上转了1个多小时，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。温以宁的娘家在哪？他有什么朋友？他平时喜欢去哪？他一问3不知。结婚3年，他从来没关心过这些。他只知道他很乖，每天都在家等他回来。偶尔他提出想出去工作，他说顾家的太太不需要工作。他提出想学点什么，他说学那些干嘛？在家待着不好吗？他就不说了。现在想想，他那时候的眼神是不是早就有了失望？顾北辰把车停在路边，又拿出手机拨了一遍温以宁的号码，还是关机。他打给助理：“我让你查的人呢？有消息了吗？”电话那头，助理的声音有些为难：“顾总，我查了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的所有记录，都没有温女士的信息，酒店入住记录也没有，她的银行卡这3个月没有任何消费记录，手机号也注销了。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”凭空消失？顾北辰冷笑一声：“一个大活人带着个2岁的孩子，能凭空消失？顾总，
我会继续查的。但是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助理犹豫了一下。我查了温女士的户籍信息，发现她的户口是单独挂在一个集体户上的，没有任何亲属关联。她之前说的福利院，我也查了，确实有她的领养记录，但是领养她的那户人家，早在10几年前就搬走了，查不到任何线索。顾北辰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他从来没想过，温以宁的背景竟然这么干净，干净到像一张白纸，干净到他想消失，他就真的找不到他。还有一件事，助理的声音更小了，我调了您家附近的监控录像，您要不要看看？发到我手机上。挂了电话，没一会儿，助理发来一段视频。顾北辰点开，画面里是3个月前他家门口的监控录像。早上9点整，温以宁出现在画面里，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，头发扎成简单的马尾，手里拖着一个深蓝色的大行李箱，另一只手牵着乐乐。乐乐穿着那件他最喜欢的蓝色卫衣，背着个小书包，蹦蹦跳跳地跟在他身边。画面里，温以宁在门口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房子，就一眼，然后他弯下腰，对乐乐说了什么。乐乐点点头，扬起小脸冲他笑，他也笑了。那个笑容隔着屏幕，顾北辰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笑，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重担。然后他直起身，拖着行李箱，牵着乐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他的背影很坚定，步伐很快，没有一丝犹豫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顾北辰盯着定格的画面，手指微微颤抖。3年婚姻，他离开的时候连头都没有回一下。他又想起临走那天早上，他站在楼梯口看他的眼神，那时候他不懂，现在他懂了。那不是挽留，那是告别。顾北辰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，整个人往后一靠，闭上眼睛。他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情绪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恐慌，或者两者都有。温以宁怎么敢？他怎么敢就这么走了？他吃他的，住他的，穿他的，3年了，他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他凭什么敢带着孩子就这么走了？他以为他是谁？顾北辰重新拿起手机，拨通另一个号码。王律师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如果夫妻离婚，女方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孩子一般判给谁？电话那头的王律师明显愣了一下。顾总，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直接回答。理论上，如果女方没有经济来源，确实不利于争取抚养权，但是法院也会考虑孩子的年龄、情感依赖等因素。2岁的孩子一般更倾向于判给母亲，除非女方有重大过错或者确实不具备抚养能力。什么叫不具备抚养能力？就是没有稳定的住所，没有经济来源，无法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。顾北辰冷笑一声，那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呢？王律师沉默了一下。顾总，您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如果需要法律援助，我可以。没事了。顾北辰挂了电话，他再次点开那段监控视频，看着温以宁拖着行李箱离开的背影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凭什么赶走？他以为他能在外面撑多久？1个月、2个月，等他撑不住了，自然会回来的。顾北辰这么想着，心里的烦躁稍稍平息了一些。他发动车子往家的方向开，到家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。客厅里的灯亮着，林珊珊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，见他进来，立刻站起来。北辰，你回来了，找到他了吗？顾北辰没说话，换了鞋往里走。林珊珊跟在他身后。北辰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能去哪？肯定就是回老家了，或者去朋友那了。过几天没钱了，自然会回来的。顾北辰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一眼。林珊珊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讪讪地说：我就是安慰你嘛。顾北辰没理他，上楼进了书房。他打开电脑，调出家里的所有监控记录，从3个月前一直看到现在。温以宁走的那天之后，这栋房子就彻底空了，
没有他坐在客厅里看书的身影，没有他在厨房里做饭的身影，没有他在楼梯口等他回家的身影。整整3个月，这栋房子就像一座坟墓。而他在大洋彼岸，陪着另一个女人，住着豪华的待产别墅，享受着初为人父的喜悦。他从来没想到过，他一个人在家会是什么样子。他从来没问过，他一个人带着孩子累不累。他甚至从来没想过，他会不会寂寞。顾北辰靠在椅背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林珊珊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。北辰，喝点牛奶吧，早点休息，坐了那么久的飞机，又折腾了一晚上，肯定累坏了。他把牛奶放在桌上，走到他身后，伸手想给他按摩肩膀。顾北辰侧身躲开，不用了，你先去睡吧。林珊珊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的笑容也有些挂不住。北辰，你是不是怪我？因为我来你家，所以你老婆才走的。顾北辰没说话，林珊珊的眼眶红了。我知道我是不该来，可是我能怎么办？我一个人带着刚出生的孩子，没有人照顾，我能去哪？你说让我在国外待着，可是我想你，我想让孩子见见他爸爸，我有什么错？他说着说着，眼泪掉下来。北辰，我爱你，我不求名分，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你老婆走了，又不是我逼她走的，你冲我发什么火？顾北辰揉了揉太阳穴，我没冲你发火，你先去睡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林珊珊还想说什么，看到他冷漠的表情，只能咬着嘴唇转身出去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顾北辰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份离婚协议书，翻开又看了一遍温以宁的签名，他的字写得很好看，一笔一画，很用力。他突然想起，刚结婚那会儿，他报了个书法班，每天晚上都在书房练字。他那时候还笑他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练毛笔字。我想把字练好看了，以后给你写情书。他当时说，情书，老夫老妻的，写什么情书？后来他就不练了。顾北辰把离婚协议书扔回抽屉，站起身走到窗边，窗外月色很好，照在院子里那些蔫了的白玫瑰上。他想起他刚嫁过来那年春天，在院子里种了一大片白玫瑰。他说白玫瑰的花语是纯洁的爱情，他希望他们的爱情也能像白玫瑰一样纯洁。那时候他怎么说的？行，你喜欢就种。然后他就再也没管过那些花，都是他一个人在打理、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。而现在那些花开得蔫蔫的，像极了他们的婚姻。顾北辰站了很久，直到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助理打来的。顾总，有消息了。顾北辰心里一紧，说，我查到了温女士3个月前的一个通话记录，她离开那天早上8点半接了一个电话，通话时长大概10分钟，那个号码是一个国外的号码。国外的？对，我查了一下，是 M 国的，而且这个号码在之后的3个月里，每隔几天就会和温女士联系一次，但是因为温女士的号码已经注销了，具体通话内容查不到。顾北辰眯起眼睛，能查到那个号码的主人吗？正在查，但是跨国调查需要时间，而且对方好像用了些手段保护隐私，不太好查。继续查。是，挂了电话，顾北辰盯着手机屏幕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。国外的号码，温以宁一个孤儿，无亲无故，怎么会跟国外的人有联系？而且那个人在他离开那天早上打来电话之后，还一直保持联系。这个人是谁？顾北辰突然想起一件事，3个月前有一段时间，温以宁好像经常抱着手机看，他当时没在意，以为他在刷视频或者看剧。现在想想，他会不会是在跟什么人联系？那个人会不会就是帮他离开的人？顾北辰的拳头慢慢握紧，他有一种直觉，温以宁的消失不是临时起意，他早就计划好了。在他决定陪林珊珊出国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在准备了。
他自以为掌控一切，却不知道他那个温顺乖巧的妻子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算盘。顾北辰站在窗边，看着月色下的白玫瑰，突然冷笑一声：“温以宁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？你以为找个帮手，换个号码就能彻底消失？天真！我顾北辰想找的人，就没有找不到的。等我找到你，我会让你知道，离开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”他转身走回书桌前，拿起手机给助理发了条消息，继续查那个号码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另外，查一下 M 国那边有没有什么华人组织或者机构能帮助单身母亲出国的。发完消息，他把手机扔在桌上，整个人陷入真皮座椅里。书房里很安静，安静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那幅婚纱照，照片里温以宁穿着白色的婚纱，笑得眉眼弯弯。他站在他身边，西装革履，表情淡淡的。那时候他多开心啊！从民政局出来那天，他一直挽着他的胳膊，走路都蹦蹦跳跳的。北辰，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，这辈子才能嫁给你。傻不傻？傻就傻，我就是高兴。那时候他眼睛里全是光，那光是什么时候灭的呢？是他第一次夜不归宿的时候，是他告诉他林珊珊怀孕的时候，还是他决定陪林珊珊出国待产的那天早上？顾北辰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他站在楼梯口看着他的样子，那个眼神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。第3章全城搜索。接下来的3天，顾北辰几乎把整个城市翻了个底朝天。他派人去了所有能找到的福利院，查了所有能查的监控，联系了所有可能认识温以宁的人，一无所获。温以宁就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里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第4天早上，顾北辰坐在书房里，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。助理打来电话：“顾总，那个国外的号码查到了。”顾北辰猛地坐直：“是谁？”是一个叫沈墨的男人，安国华人，32岁，是一家跨国投资公司的高管。根据调查，他3个月前来过国内，待了大概1周，离开的时间正好是温女士离开的那天。顾北辰的眼神冷了下来，他们是同一天离开的。对，沈墨是那天下午的航班飞回 M 国。我查了航空公司的记录，他买的是一张头等舱机票，但是他名下还有一张婴儿票。婴儿票，顾北辰的手指紧紧攥着手机，而且助理的声音更低了。我查了那天的出境记录，没有温女士的信息，但是我查了机场的监控，发现有一个女人戴着帽子和口罩，抱着孩子，走的是 VIP 通道。那个通道一般不对外公开，需要有特殊权限才能走。沈墨的公司正好有这方面的资源。顾北辰沉默了很久。你的意思是，温以宁是跟着这个男人用特殊渠道出的境？可能性非常大。而且这3个月，沈墨每隔几天就会用不同的号码给温女士打电话，因为温女士的号码注销了。我推测他们是用的网络电话联系。顾北辰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窗外那一片白玫瑰彻底枯萎了，花瓣落了一地。给我订去 M 国的机票。顾总，您要去 M 国，可是那边咱们没有分公司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而且沈墨那家公司背景很深，贸然过去恐怕……我让你订机票。助理沉默了一下：“是，我这就订。”挂了电话，顾北辰转过身，看到林珊珊站在书房门口，怀里抱着孩子。“北辰，你要出国？”顾北辰没说话。林珊珊走进来，眼眶红红的：“你又要走？你才回来几天，孩子你不管了吗？我呢？你把我扔在这里算什么？”顾北辰看着他，淡淡的说：“这里有保姆，有司机，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，缺钱了跟我要。”这话说出来，他自己先愣住了。这不是他临走那天早上对温以宁说的话吗？一字不差。林珊珊也愣住了，眼泪哗地掉下来。“顾北辰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把我当你养的金丝雀吗？我是你儿子的妈，
我想陪在你身边，我想让你看着孩子长大，这有错吗？顾北辰揉了揉太阳穴，我现在有事，等我回来再说。你又要走多久？3个月、半年，还是等下次他跑了你再回来找我？顾北辰的眼神冷下来。林珊珊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林珊珊被他看得一哆嗦，抱着孩子后退了一步，但他还是鼓起勇气说：顾北辰，你醒醒吧，你老婆跑了，是她自己跑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追到国外去找她，找到了又怎么样？她要是愿意回来，当初就不会走。顾北辰没说话，林珊珊继续说：而且你想过没有，她为什么能跑？肯定是有男人帮她啊，那个叫沈墨的，跟她什么关系？你头上都绿成草原了，你还巴巴的去找他，你贱不贱啊？啪！顾北辰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林珊珊整个人被打懵了，捂着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怀里的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。顾北辰冷冷地看着他：你再说一个字，就给我滚出去！林珊珊的嘴唇颤抖着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掉，但终究一个字都不敢再说。他抱着孩子转身跑出了书房。顾北辰站在原地，看着自己刚才打人的那只手，心里涌起一阵烦躁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动手，也许是因为他说的话戳中了他心里最不愿意面对的那部分。温以宁是不是真的有别的男人了？那个叫沈墨的跟他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跟他走？他们之间是不是早就……顾北辰不敢往下想。他走回书桌前，拿起手机给助理发了条消息：机票订好了吗？订好了，明天上午10点。好。发完消息，他坐在椅子上，盯着墙上的婚纱照看了很久。照片里的温以宁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么纯粹。他那时候以为他会一直这么开心下去，他那时候以为他会永远在他身边，他那时候以为他离了他活不了。可现在呢？他走了，带着他的儿子跟另一个男人走了，而他连他在哪都不知道。第二天早上，顾北辰拎着行李箱下楼，林珊珊坐在客厅里，见他下来，立刻站起来：北辰，你要走了？顾北辰没说话，继续往外走。林珊珊追上去：北辰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么说你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在国外要照顾好自己，记得按时吃饭，别太累了。孩子我会照顾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顾北辰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一眼。林珊珊的脸上还带着巴掌印，但她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顾北辰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，这个女人为了留在他身边，连这种委屈都能忍。而温以宁呢？他不过出个国，他就带着孩子跑了。行了，回去吧。然后转身出了门。12个小时的飞机，顾北辰几乎没有合眼，他脑子里一直在想，见到温以宁之后要说什么，问他为什么要走，问他跟那个男人什么关系，问他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离开，还是直接把他带回来。可是带回来了，然后呢？继续让他在家里等着，他继续在外面花天酒地。顾北辰自己都不知道答案，他只知道他必须找到他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那口气。他的女人，他的儿子，凭什么跟别的男人走？到了淡国，顾北辰刚下飞机，助理就打来电话：顾总，我查到了沈墨的公司地址，还有他的住址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温女士好像不跟他住在一起。我让人盯着他的住处3天了，没见过温女士出入。不过沈墨每天下班后都会去一个地方，一个幼儿园。顾北辰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幼儿园？对，那个幼儿园离他的住处大概20分钟车程。他每天下午5点准时去，待大概半个小时，然后离开。我怀疑小少爷可能在那里。顾北辰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。乐乐，他的儿子在那个幼儿园里。地址发给我。挂了电话，他拖着行李箱大步往外走，坐上出租车。他把地址给司机看，然后整个人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陌生的街景。3年了，他第一次这么迫切地想见到温以宁。不是温以宁，是乐乐。
那是他的儿子，他顾北辰的儿子，怎么能叫别人爸爸？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停下，顾北辰下了车，按照助理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幼儿园。那是一个不大的幼儿园，白色的围墙，彩色的滑梯，院子里种着几棵大树。现在是下午4点半，还没到放学时间。顾北辰站在马路对面，盯着幼儿园的大门。20分钟，还有20分钟，那个男人就会出现。他倒要看看这个叫沈墨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5点整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幼儿园门口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男人走了下来。他穿着深灰色的西装，身材修长，五官清俊，整个人透着一股儒雅的气质。他走到幼儿园门口，跟门卫说了什么，然后走了进去。顾北辰的拳头慢慢握紧，这就是沈墨，这就是带走他老婆孩子的男人。几分钟后，沈墨出来了，他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，小男孩穿着蓝色的卫衣，背着个小书包，蹦蹦跳跳地跟在他身边。乐乐，那是乐乐。顾北辰的呼吸都停了，他看到沈墨弯下腰，对乐乐说了什么。乐乐扬起小脸，冲他笑，然后张开双臂。沈墨笑着把他抱起来，亲了亲他的脸蛋。乐乐搂着他的脖子，把小脑袋靠在他肩膀上，一脸依赖。顾北辰站在原地，只觉得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。那是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在另一个男人怀里，笑得那么开心。沈墨抱着乐乐上了车，车子缓缓开走。顾北辰像被定在原地一样，一动不动，直到车子消失在街角，他才猛地回过神来。他招了一辆出租车，对司机说跟上前面那辆黑色的车。出租车跟了上去，前面的车开了大概20分钟，在一个高档公寓楼前停下。沈墨抱着乐乐下了车，走进大楼。顾北辰坐在出租车里，看着那个身影消失在玻璃门后。他没有下车，他不知道进去之后要说什么，要做什么。他只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叫别人爸爸。第4章，陌生男人的来电。顾北辰在那栋公寓楼下守了3天，3天里，他看到沈墨每天早出晚归，早上送乐乐去幼儿园，晚上接他回来。3天里，他看到了温以宁。那天傍晚，他坐在对面的咖啡馆里，透过玻璃窗看到他从那栋公寓楼里走出来。他穿着一条浅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比3个月前长了一些，随意地披在肩上。他手里拎着一个购物袋，应该是刚买菜回来。他走得很慢，走到楼门口的时候，突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就那一眼，顾北辰的心跳几乎停了。他瘦了，但气色很好，脸上带着他从没见过的轻松。他站在那里，微风吹起他的裙摆和长发，他微微眯起眼睛，像是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。然后他转身推门进去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看到街对面的他。顾北辰坐在咖啡馆里，手里的咖啡早就凉透了。他想冲出去拦住他，问他为什么要走，可是他没有动，因为他看到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嘴角是往上翘的，他在笑。离开他之后，他过得很好，比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好得多。第4天晚上，顾北辰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拨通了温以宁的电话。这个号码是助理费了很大力气才查到的。电话响了3声，接通了。喂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顾北辰的手猛地攥紧。你是谁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那个男人笑了。顾北辰是吧？我是沈墨。顾北辰深吸一口气，让温以宁接电话。他不想接你的电话。沈墨的声音很平静，甚至带着几分嘲弄。顾北辰，你不用再找他了，他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和他的事轮不到你来管，他是我未婚妻。你说我管不管得着？顾北辰脑子里嗡的一声。未婚妻？温以宁是他的未婚妻？你说什么？他的声音沙哑的不像自己。沈墨笑了笑。顾北辰，你没想到吧？你把他当保姆用了3年，可在我这里，他是我的宝贝，他值得最好的，而我能给他最好的。对了，乐乐现在姓温，叫温乐天。过段时间，等我和以宁结婚，
我会正式收养他，以后乐乐就是我的儿子了。你顾北辰跟他们母子俩再没有半点关系。顾北辰的呼吸都粗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沈墨的声音冷下来。顾北辰，你在国内有女人，有小三，有私生子，以宁跟着你那3年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你知道吗？他半夜发烧，自己爬起来去医院。你在哪？乐乐生病，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在急诊室等1夜。你在哪？她怀孕的时候想吃一口你买的草莓，等了你3天。你回来了吗？顾北辰愣住了，他不知道这些。温以宁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，他不说是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。你眼里只有你自己，只有你的生意，你的小三。现在他终于想通了，离开了你，你就别再来打扰他，让他自己跟我说。顾北辰咬着牙，让他亲口告诉我，他要嫁给别人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听到了他的声音。顾北辰，那声音还是那么温柔，那么平静，可听着那2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，顾北辰的心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。以宁，你别这么叫我。温以宁打断他。顾北辰，我们离婚协议都签了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走？你就这么走了，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。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，那笑声很轻，却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。解释？温以宁说。顾北辰，你要什么解释？解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你出轨，解释你小三怀孕你兴高采烈陪她去国外待产，解释你把我和乐乐扔在家里3个月不闻不问。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温以宁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，可顾北辰听得出来，那平静下面藏着的东西。我每天盼着你回家，等你吃饭，等你跟我说句话，可你呢？你回来就是睡觉，睡醒就走。我就像你养在家里的一条狗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不是的，是。温以宁说。顾北辰，就是的，你不用否认，也不用解释，我都想明白了。我跟你之间从来就不是爱情，你娶我是因为我听话，好拿捏，不给你惹麻烦。我爱了你3年，把自己爱成了一个笑话。顾北辰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现在我不想爱了。温以宁说，我找到了真正爱我的人，乐乐也有了真正的爸爸。顾北辰，你放过我吧，也放过你自己。以宁，他的声音沙哑的不像自己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顾北辰以为他会挂电话的时候，他开口了。顾北辰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有多爱你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有些飘忽，像是在回忆什么很远的事情。我爱了你整整3年，从嫁给你的第1天起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这辈子你就是我的天，我的地，我的一切。我不争不抢，不吵不闹，就盼着你哪天能回头看我一眼。我每天做好饭等你回来，哪怕你从来不在家吃，我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；哪怕你从来不注意，我把乐乐带得好好的；哪怕你从来不关心，我以为只要我够乖够懂事，你总有一天会看到我的好。可是你没有。他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。你出差半个月回来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你喝醉了，嘴里喊的是别人的名字。你陪那个女人去产检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医院的走廊里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我也去了医院，我也是去做产检的。顾北辰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产检？温以宁那天也去产检了。我怀乐乐的时候，你一次都没陪过我。我一个人挂号，一个人排队，一个人做检查，看着别的孕妇都有老公陪着，我只能低着头，假装在看手机。我以为第2次会好一点，可你连我怀孕了都不知道。顾北辰的嘴唇在颤抖，他不知道，他真的不知道。那天我站在医院走廊里，看着你扶着那个女人，小心翼翼，一脸紧张。她走路快一点，你都担心；她皱一下眉，你都紧张。而我就站在5米之外，你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我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我该醒了。温以宁的声音重新变得平静。
所以顾北辰，你不用道歉，也不用后悔，你没错，你只是不爱我而已。不爱一个人不是错，我现在很好，沈墨对我很好，对乐乐也很好，我们下个月结婚，以后会定居在这里。你回国吧，跟你那个女人好好过日子，我们母子俩不需要你了。以宁，顾北辰的声音几乎是哀求了，你别挂电话，你听我说，再见。顾北辰，电话挂了。顾北辰握着手机，听着那头的忙音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。他再拨过去，关机；他再拨，还是关机。他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，双手抱住头。他想起温以宁刚才说的话，她怀孕了，她怀了2胎，而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。他陪林珊珊去产检的那天，他也在那家医院。他站在5米之外，看着她小心翼翼扶着别的女人，他看着她对别的女人温柔体贴，把她当成空气。那一刻，他是什么心情？顾北辰不敢想。他蹲在街边，在异国他乡的夜色里，像一条丧家之犬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助理打来的。顾总，您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找到温女士了吗？顾北辰没说话。顾总，给我订机票。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回国吗？那温女士那边不用管了。挂了电话，顾北辰站起来，最后看了一眼那栋公寓楼，23层的某个窗户亮着灯。他不知道那是他的房间还是别人的，他只知道他进不去，他再也没资格进去了。第5章，机场的擦肩。第2天早上，顾北辰拖着行李箱走出酒店。他订的是中午12点的航班。这一夜他几乎没睡，满脑子都是温以宁最后说的那些话。他站在医院走廊里，看着他扶着林珊珊，小心翼翼，一脸紧张，而他就那么从他身边走过，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。顾北辰闭上眼睛，那一幕在他脑子里反复播放。他真他妈不是人。上了出租车，他跟司机说了机场的地址，然后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。这座城市很大，很繁华，跟他生活的城市没什么两样。可这座城市里有温以宁，有他儿子，有那个他找了3个月，好不容易找到，却再也带不回去的人。车子开到半路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助理打来的。顾总，您在机场了吗？还在路上？那太好了。助理的声音很急。顾总，我刚得到一个消息，温女士今天也要回国。顾北辰猛地坐直了。什么？沈墨的公司今天有个紧急会议，他走不开。温女士是一个人带着小少爷回来的，航班是上午11点，比您早1个小时。您现在去机场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他。顾北辰的心跳骤然加速。司机，开快点。他挂了电话，对司机说。司机应了一声，踩下油门。9点40，顾北辰冲进机场。他站在出发大厅，四处张望，人很多，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的旅客。他踮起脚，努力在人群里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没有。他往值机柜台的方向跑，一路跑，一路看，还是没有。他站在大厅中央，喘着粗气，满头是汗。手机响了，助理又打来。顾总，温女士的航班是 T2 航站楼，您别跑错了。顾北辰这才发现自己跑到了 T1， 他转身就往 T2 跑。2个航站楼之间有摆渡车，但他等不及，直接跑过去。10点10分，他冲进 T2 航站楼。他四处张望，突然他的目光定格在某处，安检口。一个女人穿着米色的风衣，头发扎成马尾，手里牵着一个孩子。温以宁，是他。顾北辰的心跳几乎停了，他迈开腿往那边跑。以宁，他喊，距离太远，人太多，他听不到。他继续跑，温以宁还是没听到。他眼睁睁看着他把护照和登机牌递给安检员，牵着乐乐走进安检通道。温以宁，他用尽全力喊。这一次他停了一下，他转过身往人群里看了一眼，就那么一眼，然后他收回目光，牵着乐乐继续往前走。他看到他了，
他知道他在喊他，但他没有停下。顾北辰跑到安检口的时候，被工作人员拦住了。先生，请出示您的登机牌，我找人，让我进去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没有登机牌，不能过安检。顾北辰看着那道玻璃门后面那个越走越远的身影，急得眼睛都红了。以宁，他喊，你站住，你听我说。他没有回头，他就那么走了，消失在人群里。顾北辰双手撑着安检口的栏杆，大口喘着气，周围的人都在看他，有人窃窃私语，他什么都听不到。他就那么站着，看着他消失的方向，站了很久很久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助理。顾总，您碰到温女士了吗？顾北辰没说话。顾总，她走了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自己。助理沉默了一下。顾总，您的航班也快登机了，您先进去吧，回国之后也许还有机会。顾北辰苦笑，有机会？他回国是跟沈墨一起回的吗？还是他自己有事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刚才看到他了，他看到他了，却装作没看到，他就那么走了，头也不回。顾北辰过了安检，找到登机口，坐在椅子上等。他的航班还有1个小时才登机，他就那么坐着，看着窗外的停机坪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短信，陌生号码。他点开，顾北辰，别再找我了，我说过我们结束了。是温以宁。他的手机关机了，但他用别的方式给他发了这条消息。顾北辰的手指颤抖着，飞快地打字，你在哪？你回国干什么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发送，对不起，消息已发出，但被对方拒收，他把他的号码拉黑了。顾北辰盯着手机屏幕，半天没动。广播里开始播报登机信息，他站起来，排队登机，找到自己的座位，坐下。飞机起飞的时候，他看着窗外的云层，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温以宁的那天。那时候他是餐厅的服务员，笨手笨脚地把汤洒在他身上，他吓坏了，脸都白了，一个劲儿道歉。他说没关系，还跟他要了电话。他那时候多开心啊，眼睛亮亮的，像装了星星。后来他娶了她，他更开心了，每天都像做梦一样。他那时候想，这姑娘真傻，娶个老婆而已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现在他知道了，至于，真的至于，因为他爱她，而他不爱她，或者他以为自己不爱她。可现在呢？他追到国外来找她，在机场拼命喊她的名字，被安检拦在外面，眼睁睁看着她走，这叫不爱吗？顾北辰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现在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人挖走了一块。12个小时后，飞机落地，顾北辰打开手机，一堆消息涌进来，有公司的，有林珊珊的，有助理的。他一条一条看过去，突然目光定住了，是助理发的一张截图，国内的新闻，顾氏集团前总裁夫人携子回国，机场被拍，配图是温以宁牵着乐乐走出到达大厅的照片，他戴着墨镜，低着头，但还是被拍到了。新闻内容很简单，据悉，顾氏集团总裁顾北辰的妻子温以宁3个月前携子失踪，今日突然现身国内机场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温以宁此次回国，疑似与顾氏集团正在进行的某重大收购案有关。顾北辰皱起眉头，顾氏集团的收购案跟温以宁有什么关系？他正想着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公司的副总，顾总，出大事了。顾北辰心里一紧，什么事？咱们正在谈的那个收购案被人截胡了。什么？谁截的？副总的声音有些古怪，是一个叫沈墨的暗国投资人，他代表一家跨国投资公司，直接出了比咱们高20%的价格，而且他公司的法律代表是太太。顾北辰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温以宁，是温以宁。还有，副总的声音更低了，太太今天下午去了公司，去公司干什么？他拿了一份文件，说他是顾氏集团的股东，有权查阅公司账目。顾北辰愣住了，股东？温以宁怎么可能是顾氏集团的股东？他说他有15%的股份，
副总说是您当初送给他的结婚礼物。顾总，这事您不知道吗？顾北辰的呼吸都停了，他当然知道。结婚那年，他把名下15%的股份转给了他，那是他送他的新婚礼物。以后你就是顾氏的老板娘了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他当时推辞说不要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不懂没关系，反正都是你的。后来他就忘了这回事，他以为他也不记得了，可他现在想起来了，他要用这15%的股份做什么？第6章，异国的重逢。3个月后，M 国某高端酒店，一场商业酒会正在举行。顾北辰端着酒杯站在角落里，看着觥筹交错的人群。这3个月，他过得人不人鬼不鬼。公司的收购案黄了，被沈墨的公司截胡。温以宁拿着那15%的股份，联合几个小股东，差点把他从董事长的位置上赶下来。最后还是他动用了所有关系，才勉强保住位置。但公司元气大伤，股价跌了30%。林珊珊天天跟他闹，说要名分，要结婚，要给孩子上户口。他烦不胜烦，直接搬出了那栋房子，住进了公司旁边的公寓。他以为离开那栋房子就能摆脱那些记忆，可他错了。每天晚上闭上眼，脑子里都是温以宁。他站在楼梯口看他的眼神，他拖着行李箱离开的背影，他在机场回头的那一眼，还有他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。我站在医院走廊里，看着你扶着那个女人，小心翼翼，一脸紧张，而我就站在5米之外，你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我。这句话像刀子一样，一刀一刀剜在他心上。今天这场酒会是安国商界的一个年度盛会，他本来不想来，但助理说沈墨的公司也会派人参加，他想见他，哪怕远远看一眼也好。酒会进行到一半，人群突然一阵骚动，顾北辰顺着声音看过去，然后整个人愣住了。温以宁，她穿着一袭酒红色的长裙，头发盘起来，露出优美的脖颈，耳朵上戴着一对钻石耳坠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她挽着沈墨的手臂，款款走进来，整个人光彩照人，像一只骄傲的凤凰。顾北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她，在他的记忆里，温以宁永远穿着简单的衣服，素面朝天，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里。可眼前的这个女人气场全开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。她笑着跟人打招呼，举止优雅，落落大方。她跟人交谈的时候，眼神明亮，自信从容。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温以宁吗？顾北辰站在原地，手里的酒杯差点没拿稳。温以宁挽着沈墨从人群里走过，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的目光扫过来，在他脸上停留了1秒，然后移开，就像看一个陌生人。顾北辰的呼吸都停了，他想开口叫他，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就那么站着，眼睁睁看着他从他身边走过。以宁，他终于喊出来。他没回头，沈墨倒是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，那笑容像在说，看到了吗？他现在是我的。顾北辰的拳头慢慢握紧，他放下酒杯，大步追上去。温以宁，他终于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他的表情很平静，眼神淡淡的。顾先生，有事。顾先生，他叫他顾先生。3个月前，他还是他的妻子，他孩子的妈。现在他叫他顾先生。顾北辰的心像被人狠狠攥了一下。我想跟你谈谈。谈什么？温以宁问。谈离婚协议，我已经签了。谈股权，我委托律师处理。谈孩子，乐乐现在姓温，跟你没关系。每一个字都像刀子。以宁，我知道我错了。顾北辰的声音有些沙哑。你听我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3个月我一直在找你，我想告诉你。告诉我什么？温以宁打断他。告诉我你后悔了，告诉我你爱的人是我。顾北辰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他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。你爱我吗？你真的爱过我吗？还是你只是不习惯我不在了，不习惯有人不再等你了？顾北辰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温以宁笑了笑，
那笑容很淡，却刺得他眼睛疼。顾北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走得那么干脆吗？因为我用了3年时间，慢慢把你从我心里剜出去了。一开始很疼，后来习惯了，再后来就不疼了。你陪林珊珊出国的那3个月，我每天都在跟自己说，这个人不值得，这个人我不要了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现在我已经不疼了，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。你后不后悔，你难不难过，都跟我没关系。他说完，转身要走。以宁，顾北辰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温以宁停下脚步，低头看了看他抓着自己的手，然后抬起头看着他，放手。他说，顾北辰没放，我求你，声音颤抖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我保证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。温以宁看着他，突然笑了，那笑容里有讽刺，有释然，还有一点点别的什么，但绝不是心软。顾北辰，你知道我等你这番话等了多久吗？顾北辰愣住了。3年，整整3年，我每天盼着你能跟我说一句软话，能抱抱我，能亲口告诉我你爱我。可是你没有，现在你说这些，晚了。他用力甩开他的手。沈墨，他喊了一声。沈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站在他身边。温以宁挽住他的手臂，对顾北辰说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夫，下个月我们就结婚了，以后请你叫我沈太太或者温女士，别叫以宁，你不配。说完，他挽着沈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顾北辰站在原地，像被雷劈了一样。沈太太，她要嫁给别人了，下个月。他眼睁睁看着她消失在人群里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酒会继续进行，欢声笑语不断。顾北辰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站在角落里，一杯接一杯的喝酒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人在他身边坐下，他转头一看，是沈墨。沈墨端着一杯香槟，表情淡淡的。顾北辰，我跟你讲个故事吧。顾北辰没说话，沈墨自顾自地说下去。3年前，我在国内出差，出了一场车祸，撞我的人跑了，我躺在路边，血流了一地。那时候是冬天，很冷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然后有个女孩路过，她把我送到医院，垫付了医药费，一直等到我家人赶来才离开。我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她不说。我问她电话，她也不给。她就说了一句话，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沈墨转头看着顾北辰，那个女孩是以宁。顾北辰愣住了。我找了她2年，沈墨说，直到去年，我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她。那时候她已经是你老婆了，挺着大肚子，一个人去医院产检。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坐在医院走廊里，低着头，眼眶红红的，旁边都是成双成对的夫妻，只有她是一个人。我问她，你老公呢？她忙。我又问，你过得好吗？她笑了笑，说，挺好的。沈墨的眼神冷下来，挺好的，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，一个人来产检，这叫挺好的。你顾北辰就是这么对她的。顾北辰说不出话。我那时候就想带她走。沈墨说，但她不肯。她说她爱你，说你是她丈夫，说她这辈子就认定你了。我没办法，只能给她留了联系方式，说以后有需要随时找我。然后就是去年年底，她突然给我打电话，电话里她什么都没说，就问我，你能不能帮我离开？沈墨喝了一口香槟，我二话没说就来了，帮她办签证，订机票，安排住处。她走的那天，我看着她拖着行李箱出门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个傻姑娘终于想通了。她转头看着顾北辰，眼神里带着胜利者的骄傲。顾北辰，你拥有她3年，你不知道她有多好，你不知道她会在你生病的时候整夜不睡守着你，不知道她会记住你所有的喜好，不知道她每天盼着你回家的心情。你不知道，因为她不说，她不说，是因为说了也没用，你根本不在乎。可我在乎。沈墨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她在乎的每一件小事，我都记着。
他喜欢的每一道菜，我都学着做。他开心的时候，我陪他笑；他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哄他。他这辈子受的苦够多了，以后的日子我来疼他。而你配不上他。沈墨走了，顾北辰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像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。他想起温以宁嫁给他那天，笑得眉眼弯弯。他想起他每天早上给他做早餐，哪怕他从来不在家吃。他想起他一个人带孩子的辛苦，却从不跟他抱怨。他想起他站在楼梯口看他的那个眼神，那么好的他怎么就弄丢了呢？第7章，孩子的改姓。第2天，顾北辰没有回国，他查到了乐乐所在的幼儿园，那是安国最好的一家国际幼儿园，环境很好，安保很严。顾北辰站在马路对面，看着那些孩子在院子里玩耍。他看到了乐乐，乐乐在滑滑梯，笑得很大声。旁边一个老师模样的人陪着他，一脸温柔。顾北辰看了很久，然后拿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，给我查一下那个幼儿园的接送时间，还有帮我预约一个律师。挂了电话，他继续看着那些孩子。乐乐玩得很开心，跟旁边的小朋友追逐打闹，他看起来过得很好的样子，比他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好得多。顾北辰心里涌起一股酸涩，他知道这都是沈墨给的。沈墨给了温以宁安稳的生活，给了乐乐快乐的童年。而他呢？他给了他们什么？一栋空荡荡的房子，一个从来不回家的丈夫，一个永远缺席的父亲。下午5点，沈墨准时出现在幼儿园门口。他下车走进幼儿园，很快牵着乐乐出来。乐乐一看到他就张开双臂要抱抱，沈墨笑着把他抱起来，亲了亲他的脸蛋。爸爸！乐乐喊，那一声爸爸像一把刀，直直插进顾北辰的心。他差点冲出去，可他没有，他就那么站在原地，看着沈墨抱着乐乐上车，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街角。爸爸！乐乐叫他爸爸，那是他的儿子，叫别人爸爸。顾北辰站在原地很久很久。第2天，他去了那家幼儿园，他以家长的身份说想给孩子报名，要求参观。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他。参观的过程中，他不经意地问：“你们这里有个叫乐乐的孩子吧？我朋友的孩子，听说在这上学。”老师笑着说：“您说的是温乐天吧？”“是的，他在我们小班，他妈妈每天来接他，有时候他爸爸也来。温乐天，姓温，不姓顾。”顾北辰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他爸爸，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。他爸爸经常来吗？是啊，沈先生每天下班都来接他。乐乐可喜欢他爸爸了，每天一看到他就扑上去喊爸爸，父子俩感情可好了。老师说着，脸上带着羡慕的表情。沈先生人特别好，每次来接孩子都会跟我们聊几句，问问乐乐在学校的表现。前阵子乐乐感冒，他请了3天假在家陪孩子，这样的爸爸真的很难得。顾北辰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，他请了3天假陪孩子，而他呢？乐乐出生2年多，他陪过他几天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对了，老师又说前几天乐乐改名字，他妈妈还特意来学校通知我们，说以后叫温乐天，之前好像叫顾什么来着，我给忘了。改名字，顾北辰的脑子里嗡嗡的。温乐天，他的儿子，现在姓温。您还好吗？老师见他脸色不对，关切地问。顾北辰回过神来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没事，可能有点累，谢谢您，我再考虑考虑。”他逃一样离开了幼儿园。走出大门的那一刻，他再也忍不住，一拳砸在墙上，手背渗出血来。他却感觉不到疼，他只知道他的儿子没了，姓都没了。晚上，他回到酒店，把自己灌得烂醉。他想起乐乐刚出生那天，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给他看，小小的一团，皱巴巴的。他看了一眼，就说长得像他妈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公司有个会，他必须去开。温以宁后来跟那天他醒来，没看到他，问护士她老公呢？护士说先生走了，好像有事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笑了笑。
他那时候觉得他懂事，现在想想，他心里该多难过啊！刚生完孩子，老公连多待一会儿都不肯，他真是混蛋。顾北辰拿起酒瓶，又灌了一大口。手机响了，是林珊珊打来的。他看了一眼，直接挂断，又响，再挂。第3次响的时候，他接了。什么事？北辰，你在哪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孩子想你了。林珊珊的声音柔柔的。顾北辰冷笑一声，孩子想我？他才3个多月，知道什么叫想？林珊珊被噎了一下，然后说：北辰，你是不是还在国外？你去找他了是不是？你都找了多久了？人家理你吗？顾北辰没说话。北辰，你醒醒吧。林珊珊的声音变了，他不要你了，他有新男人了。你还在这犯什么贱？你回来，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我生的也是你的儿子，你就不能多看看他吗？顾北辰闭上眼睛。是啊，他还有个儿子，林珊珊生的儿子。可他看着那个孩子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甚至不想多看一眼，因为他知道那个孩子的出生毁了他的家。如果不是林珊珊怀孕，他不会陪她去国外待产，温以宁不会走。虽然他知道这是自欺欺人，温以宁走不是因为林珊珊，是因为是他自己亲手把他推开的。北辰，你说话啊！林珊珊还在电话里说。挂了。顾北辰说。北辰，他挂了电话，关机，然后继续喝酒。第2天醒来，头疼得厉害，他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空空的。手机开机，一堆消息，有公司的，有助理的，有林珊珊的。他一条条看过去，突然看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点开是一张照片，温以宁和沈墨的结婚照。2个人站在一起，笑得那么开心。她穿着白色的婚纱，头发盘起来，头上戴着钻石皇冠。沈墨穿着黑色的西装，揽着她的腰，低头看着她。2个人眼睛里都是笑，下面还有一行字：婚礼定在下周6，就不请你来了。沈墨按温以宁。顾北辰盯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他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，屏幕碎了。照片没了，可那张脸，那个笑容却印在他脑子里，怎么也抹不掉。下周6，她要嫁给别人了，就剩1周了，她还有1周时间。顾北辰猛地坐起来，他要抢婚，他要去把新娘抢回来。他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不管那个沈墨有多好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他，他只要他只要温以宁。他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冲出酒店。他要去找他，他要告诉他，他错了，他真的错了。他要告诉他，他爱他，他要用余生弥补他。他要求他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哪怕他打他骂他，哪怕他羞辱他，他都认了。只要他肯回来，只要他肯再看他一眼。顾北辰冲到楼下，刚要拦车，突然停住了。他站在酒店门口，看着车来车往的街道，慢慢蹲下来。他想起温以宁那天说的话：我等你这番话等了3年，现在你说这些，晚了，晚了，真的晚了吗？他不信，他不想信，可他知道，也许真的晚了。那个曾经等他回家等到半夜的女人，不会再等他了。那个曾经满眼都是他的女人，眼里没有他了。那个曾经叫他老公的女人，叫他顾先生了。他蹲在路边，在异国他乡的街头，像个傻子一样，红了眼眶。第8章，商战的硝烟。1周后，顾北辰没有出现在婚礼现场，不是他不想去，是他去不了。温以宁和沈墨的婚礼在 M 国某个私人庄园举行，安保森严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顾北辰在庄园外面站了3个小时，最后被保安请走了。他眼睁睁看着宾客们陆续入场，听着里面传来的音乐声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婚礼结束后，他收到了一张照片，温以宁和沈墨的合影，2个人手里拿着结婚证，笑得一脸幸福。下面还是一行字：已结婚，勿念。顾北辰看着那张照片，慢慢笑了，那笑容比哭还难看。他知道，他真的失去他了，彻底失去了。回国后，顾北辰把自己关在公司里，没日没夜的工作。他以为这样就能忘记，
可他错了。每天晚上闭上眼，脑子里全是他穿婚纱的样子，他笑的样子，他叫别人老公的样子。2个月后的一天，助理匆匆跑进办公室：“顾总，不好了！”顾北辰抬起头：“怎么了？太太她……不，温女士她回国了，而且她联合了几家投资公司，正在大量收购咱们的股票。”顾北辰愣住了，他想干什么？助理吞了口唾沫：“他想收购顾氏集团，收购顾氏集团。温以宁要收购他的公司。”顾北辰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哪来那么多钱？沈墨的公司做后盾，还有几家 M 国的投资机构，他们现在已经持有23%的股份，加上太太原来那15%，一共38%。顾总，您手里的股份只有32%。如果再让他们收购下去……顾北辰猛地站起来：“温以宁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毁了我吗？”1个月后，股东大会，温以宁出现在会议室门口。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整个人气场全开，身后跟着一对西装革履的律师和助理。顾北辰坐在主位上，看着他走进来。几个月不见，她更漂亮了，也更冷了。温以宁在他对面坐下，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：“顾总，开始吧。”顾北辰深吸一口气，开始。会议进行得很激烈，温以宁的人一条条指出顾氏集团的问题：财务漏洞、管理混乱、投资失误，每一项都有数据支撑，有证据佐证。顾北辰的人拼命反驳，但明显处于下风。最后投票，温以宁以38%的股份，加上几个小股东的支持，成功当选新任董事长。顾北辰被罢免了，他在自己的公司被自己的前妻赶下了台。会议结束后，温以宁站起来准备离开。“以宁！”顾北辰叫住他。温以宁停下脚步，没回头。“你现在满意了吗？”温以宁转过身看着他，他的眼神很平静，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“满意。”顾北辰，你以为我做这些是为了让你难受？顾北辰没说话。温以宁笑了笑，那笑容冷得刺骨。“我做这些是因为我想告诉你，当年你拥有的，现在我可以亲手拿回来。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女人不能靠男人，要靠自己。”他走到他面前，仰头看着他：“顾北辰，谢谢你让我醒了，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走了。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，像敲在他心上。顾北辰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。会议室里的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慢慢坐下来，看着空荡荡的会议室，突然笑了。那笑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，听不出是哭还是笑。他想起刚结婚那年，温以宁跟想去学点东西，想出去工作，学那些干嘛？在家待着不好吗？他就不说了。现在他知道他想学什么了，他想学怎么打败他。他学得很好，好到他毫无还手之力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顾北辰像个旁观者一样，看着温以宁大刀阔斧的改革公司。他裁掉了一批吃空饷的元老，换上了年轻的团队。他砍掉了几个亏损的业务，开拓了新的市场。他把顾氏集团变成了温氏集团，短短半年，公司股价翻了1倍。所有人都在夸他，说他是个商业天才。只有顾北辰知道，他不是天才，他只是用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在学习，他只是用了别人睡觉的时间在研究，他只是用了3年时间把他公司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一击致命。有一天晚上，顾北辰在公司楼下等到了温以宁，他加班到很晚，走出大楼的时候看到他站在门口，他皱了皱眉，想绕开他走。“以宁！”顾北辰拦住他：“我想跟你谈谈。”温以宁停下脚步，看着他：“谈什么？谈我们。”温以宁笑了：“顾北辰，你还没明白吗？没有我们了，只有你和我。”顾北辰看着他，眼里带着恳求：“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弥补你。”温以宁看着他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嘲讽：“弥补？
你怎么弥补？把公司还给你？你觉得我在乎这个？那你在乎什么？温以宁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顾北辰，你知道吗？我恨过你。顾北辰的心一紧，我恨你把我当傻子一样骗了3年，恨你毁了我对爱情所有的幻想，恨你让我变成一个笑话。可是后来我不恨了。他看着他，眼神平静的可怕，因为我想明白了，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不想把余生浪费在恨你上。我有爱我的人，有可爱的孩子，有我自己的事业，我很忙，没时间恨你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收购公司？顾北辰问。温以宁笑了笑，因为我喜欢，因为我想看看当年那个高高在上的顾总被我踩在脚下的样子，因为你欠我的，我得自己拿回来。他说完，转身要走。以宁，顾北辰喊住他，我爱你。温以宁停下脚步，我真的爱你。顾北辰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以前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我不在乎你，可是你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我在乎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得发疯。温以宁转过身看着他，他的眼神里有惊讶，有复杂，但唯独没有感动。顾北辰，你说你爱我，你知道什么叫爱吗？顾北辰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爱不是占有，不是控制，不是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扔。爱是陪伴，是守护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。你对我做过这些吗？他走近一步，看着他的眼睛。顾北辰，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我对你的好，是我等你回家的身影，是我无条件包容你的温柔。你爱的是我带给你的安全感，可我没了，你的安全感也没了，所以你慌了，你害怕了，你以为你爱我。不，顾北辰想反驳，别说了。温以宁打断他，你说你爱我，那你愿意为我做什么？愿意放弃一切跟我走吗？愿意把公司还给林珊珊让她当董事长吗？愿意把乐乐还给我让她继续姓温吗？顾北辰愣住了，你看，你不愿意。温以宁笑了，你嘴上说爱我，可真要你付出的时候，你犹豫了。顾北辰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爱。他转身大步离开，这一次他没有回头。顾北辰站在原地，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。他说的对，他嘴上说爱他，可真要他为他放弃什么的时候，他犹豫了。他爱的真的是他吗？还是他爱的只是自己的执念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这一次他真的失去他了，彻底失去了。第9章，跪求的雨夜。温以宁回国后住在市中心的一套高级公寓里，顾北辰打听到地址，开始在楼下等。第1天他等到晚上10点，没见到他。第2天他又来，等到凌晨1点，还是没见到。第3天下雨了，大雨倾盆，整座城市笼罩在水幕里。顾北辰站在公寓楼下，没有打伞，他就那么站着，让雨水浇在身上，从下午一直站到晚上。公寓的保安看不下去，出来劝他，先生，您这样会生病的，回去吧。顾北辰摇摇头，我等人。保安叹了口气，回屋里去了。晚上8点，一辆黑色的轿车驶过来，在公寓门口停下，车门打开，温以宁下了车，他打着一把黑伞，穿着米色的风衣，踩着高跟鞋往楼里走。以宁，顾北辰喊他。温以宁停下脚步，转头看他，雨幕里他全身湿透，头发贴在脸上，嘴唇冻得发白，他的样子很狼狈。温以宁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波澜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求你。顾北辰说，求你原谅我。温以宁没说话。顾北辰走到他面前，然后他跪下了，跪在雨地里，跪在他面前。以宁，我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他的声音沙哑，混着雨声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，只要你肯回来。温以宁低头看着他，雨水顺着伞沿滴落，滴在他身上。顾北辰，你起来。他说，你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温以宁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，那你就跪着吧。他转身往楼里走。顾北辰跪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他以为他会心软，可他连头都没回，他就那么跪着，在雨里跪了一夜。第2天早上，雨停了，
保安出来，看到他还跪在那里，吓了一跳。先生，您跪了一夜，快起来，会出人命的。顾北辰已经被冻得说不出话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保安扶他起来，要送他去医院。他摇摇头，看着公寓楼的方向，他始终没有下来，他始终没有看他一眼。第3天晚上，顾北辰又来了。这一次，他带了一束白玫瑰，那是他最喜欢的花。他站在楼下等着。晚上7点，温以宁的车出现在路口，但不是他一个人。副驾驶座上坐着沈墨，车子在公寓门口停下。沈墨先下车，然后绕到另一边，拉开车门，扶着温以宁下来。2个人站在一起，男才女貌，般配得很。顾北辰握着花束的手紧了紧。沈墨看到他，微微挑眉。温以宁也看到了，他的表情还是那么平静。你怎么又来了？顾北辰走上前，把手里的白玫瑰递给他。以宁，我知道你不原谅我，我不求你马上原谅我，只求你收下这个。温以宁低头看着那束花，白玫瑰，他曾经最爱的花。他曾经在院子里种了一大片，每天浇水施肥，精心呵护，可他从来没多看一眼。现在他送他白玫瑰，晚了。温以宁没有接。顾北辰，你不用这样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难堪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想弥补你。弥补？温以宁笑了，那笑容很淡。你怎么弥补？你陪我3年，你把你所有财产给我，你跪在这里3天3夜。他走近一步，看着他的眼睛。顾北辰，你听好了，我不需要你的弥补，我过得很好，比以前好100倍。我有爱我的老公，有可爱的儿子，有我自己的事业，我什么都不缺。至于你，他顿了顿，你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，你跪也好，站也好，都跟我没关系。他说完，挽着沈墨的手臂往楼里走。以宁，顾北辰喊他，他没有停。以宁，他又喊，他还是没停。顾北辰把手里的花一扔，冲上去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你听我说。沈墨脸色一变，伸手要推开他。温以宁拦住沈墨，转身看着顾北辰，你想说什么？顾北辰看着他，眼里带着血丝。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你不信没关系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温以宁看着他，突然笑了，那笑容里有怜悯，有讽刺，还有一点点别的什么。顾北辰，你知道什么叫爱吗？他甩开他的手。爱不是你现在跪在这里，爱是当初我在家等你的时候，你肯早点回来。爱是我一个人带孩子的时候，你肯帮我一把。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像刀子一样。你现在做这些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自己，因为你受不了我不爱你了，受不了我过得比你好。顾北辰，你太自私了。他转身走进大楼，这一次顾北辰没有再追，他就那么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梯里。沈墨走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有同情，有胜利，还有一丝警告。顾北辰一个人站在楼下，站了很久很久。那束白玫瑰散落在地上，被风吹得到处都是。他蹲下来，一朵一朵捡起来，花瓣上沾了泥，脏了，就像他对她的爱来得太晚，脏了。那天晚上，顾北辰没有离开，他坐在公寓楼下的长椅上，看着23层的窗户，灯亮了，灯灭了，那是他的房间，他和沈墨在里面。他坐了一夜，抽了一包烟。第2天早上，他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，然后他走了。他没有再来，不是不想来，是他终于明白，他说的对，他做的这些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自己。他受不了他不爱他了，受不了他过得比他好，受不了他有了别人，可那又怎样？他不爱他了，是事实，他过得比他好，是事实，他有了别人也是事实，他再怎么跪，再怎么求，都改变不了这些事实。顾北辰走在清晨的街道上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他却感觉不到温暖。他想，这就是报应吧。他等了他3年，他让他等了3年，现在换他等他了。可他不等了，不是等不起，是不想等了。
他有了更好的人，更好的生活，而他活该。第10章，最后的审判。1年后，顾氏集团正式更名为温氏集团，成为业内最炙手可热的公司。温以宁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财经杂志的封面，商界女王、最美 CEO、传奇逆袭，各种头衔加在他身上。而顾北辰消失在了公众视野里，有人说他破产了，有人说他出国了，还有人说他一蹶不振，整天借酒浇愁。真相是，他还在那栋曾经属于他的别墅里，只是别墅早就卖了，现在他是租客。温以宁收购公司后，把这栋房子也收了回去。他本来可以赶他走，但他没有，让他住着吧，就当可怜他。顾北辰就住着，每天看着院子里那些枯萎的白玫瑰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看着墙上早就摘掉的婚纱照留下的痕迹。林珊珊早就走了，公司被收购后，他见从他身上捞不到好处，带着孩子跑路了。听说后来找了一个有钱的老头，给人家当小三去了。顾北辰无所谓，那个孩子他本来也没什么感情，现在他一个人住在这栋空房子里，每天靠打零工为生，没人知道他是曾经的顾氏集团总裁，他自己也不提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一张请柬，是温以宁和沈墨的婚礼，对，是婚礼，不是补办，是真正的婚礼。他们在 M 国已经领证了，但温以宁说想在国内办一场。请柬上写着温以宁女士和沈墨先生仅定于 XXX 年某某月某某日举行结婚典礼，地点是市中心的5星级酒店。顾北辰看着那张请柬看了很久，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给他寄请柬，是想羞辱他，还是想让他死心？不管是哪种，他都做到了。婚礼那天，顾北辰去了，他没有进去，就站在酒店外面，隔着玻璃门，他能看到里面的场景：鲜花、灯光、宾客、香槟塔，还有他。温以宁穿着白色的婚纱，长长的裙摆拖在地上，头上戴着钻石皇冠。他挽着沈墨的手臂，笑得眉眼弯弯。那笑容，他曾经见过，那是他嫁给他那天一模一样的笑容，只是那时候他是对他笑的，现在是对别人。顾北辰站在门外，看着里面的一切。婚礼开始了，司仪在说话，交换戒指，亲吻新娘，掌声，他什么都听不到，只能看到他们接吻的时候，他闭上眼睛，一脸幸福。看到沈墨看着他的时候，眼里全是宠溺。看到宾客们祝福的目光，看到他的父母，他才知道他不是孤儿，他父母早就找到了他，今天也来了。他们一家4口站在一起，拍全家福，而她曾经的老公站在门外，像个偷窥者。婚礼结束后，宾客们陆续出来，顾北辰躲在角落里，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。最后，温以宁和沈墨出来了，他们换了衣服，准备去度蜜月。一辆加长林肯停在门口，沈墨拉开车门，扶着温以宁上车。就在他要上车的那一刻，他突然转过头，往某个方向看了一眼，那个方向正是顾北辰躲藏的角落。他看到了他，两个人的目光隔着人群，隔着1年的时光撞在一起。温以宁的眼神很平静，没有恨，没有怨，没有波澜，就像看一个陌生人。然后他笑了笑，那笑容很淡，像是告别。他上了车，车门关上，林肯缓缓驶离。顾北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街角。他知道这一次是真的结束了，再也没有以后了。晚上，顾北辰回到那栋空荡荡的别墅，他坐在客厅里，看着窗外的月光。院子里那些白玫瑰早就死光了，只剩下枯枝。他想起温以宁种花的样子，他蹲在院子里，用手一点点刨土，把花苗栽进去。他在屋里看电视，偶尔抬头看一眼，觉得他真闲。那时候他不知道，他种的不是花，是对他的爱。他把爱种下去，每天浇水施肥，精心呵护。可他从没看过一眼，那些花死了，他的爱也死了。顾北辰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他蹲下来，用手刨开泥土。月光下，
那些枯死的玫瑰根茎还埋在土里，他一根根挖出来，抱在怀里，就像抱着他死去的爱情。第二天，有人发现顾北辰死在了那栋别墅里，死因是心脏病突发。他手里还抱着那些枯死的玫瑰根茎。法医说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3点。温以宁得到消息的时候，正在蜜月旅行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帮我安排一下，我回去参加葬礼。”沈墨看着他：“你确定要去？”温以宁点点头，他毕竟是我儿子的亲生父亲，送他最后一程，应该的。葬礼那天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。温以宁穿着一身黑，戴着墨镜，站在人群里。乐乐也来了，但他不知道躺在那里的那个人是谁，他只知道妈妈说那是他很小很小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叔叔。葬礼结束后，人群散去，温以宁最后一个离开。他站在墓碑前，看着上面的照片，那是顾北辰年轻时候的照片，意气风发，眉眼英俊。他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那天他在餐厅打工，不小心把汤洒在他身上，他吓坏了，一个劲儿道歉。他没生气，反而笑了，说没关系。然后他跟他要了电话。他那时候想，这个帅哥真温柔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不是温柔，只是他那天心情好而已。可他还是嫁给了他，因为他爱他。从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爱了。他爱了3年，痛了3年，然后用了2年时间把自己治好。现在他好了，彻底好了。温以宁摘下墨镜，看着墓碑上的照片，顾北辰，他轻声说：“下辈子好好爱一个人吧。”他转身大步离开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走得很坚定，没有回头，就像当年他离开那栋别墅的时候一样。沈墨在路口等他，见他过来，伸手揽住他的腰：“走吧。”温以宁点点头，上了车。车子缓缓驶离墓园，后视镜里那座墓碑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视线里。温以宁收回目光，看着前方的路，阳光很好，风很轻。他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睛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。全文完。